Hello， 大家好，我是金双。最近我想要给自己放一个长假，所以我想要趁着这次的长假去做一些一直想要完成的梦想。首先，我想要去日本来一趟排球圣地巡礼，于是我就约了我的排名好闺蜜，打算一起去日本玩。那我个人最想踩的点就是去仙台博物馆看山口跟月岛的官方大使纪念碑，还有岛田商店。因为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山口，屋野佑虽然是我推，所以这一次打算带着他们两个一起回老家。机票下单。闺蜜说她扭蛋机抽到了月岛手机神。那个检疫员的小姐姐看到我这个手机神，就问我是不是喜欢排球，她说她也喜欢。我们晚上来吃 Seven， 因为听说这一段时间有排球的联名活动，也有日向饭团。吉川的牛奶面包，牛手的炖饭，乌养教练的肉包。这是购买指定商品会送的文件夹，不过这种冰淇淋实在是吃不下冰，就是2个送1个。接下来要去仙台站搭新干线到二户车站，整路的同号。研磨圣地巡礼的介绍单。我们从二户站上巴士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排名在排队，几乎没有当地人，所以跟着人群走就对了。今天有点下着小雨，没关系，走吧。到处都有乌鸦的叫声，看到了乌野高校的应援旗，复活日志，粉丝们的绘图。下面还有整套漫画。他说每人可以带1件，然后如果有捐款的话可以带2件。照片，排球游戏的卡，周边贩卖所。他们已经在排了，是不是？味道好看。比亚。发现原本排的行程整个没有办法使用，因为一个点就可以逛很久，直接跟伙伴分道扬镳。因为我有自己比较想踩的点，所以做了一些调整的安排。那我就自己先去我想去的点，那他们先去亲密食堂吃午餐。我这次就不踩亲密食堂，因为我怕用餐时间会太久，那下午就可能去不了我想去的月山神社，差点错过青米町物产交流馆，主要是买当地特产的地方。这里是雪谷川河川夫公园，就是黑尾跟研磨小时候练球跟谈心的地方。说真的，就算不是打卡点，这里也真的非常好拍。古馆制面所，这是作者老家卖面的地方。他这边的插画都可以摄影，但是不能投稿到社群网站。台湾炸点，台湾已经听到看不到了。买了3包面，再来去岛田商店，好大一间呢！听说里面有满满的山口周边，必须进去。整排都是啊，还有猪猪，好可爱哟！满满的山口，它这个印章超可爱的，嘴巴里面还有山口乌鸦。这是刚刚在青米大厅拿到的小礼物，盖在后面，希望不要盖坏，超可爱。我在猜这里是不是就是山口练发球的地方？找到象川原桥。我现在已经走完1到5个点了，现在伙伴们
听说还在等吃饭。我现在正准备从岛田商店走到屋野。天哪，这就是山口每天放学的必经之路。这里就是青米町民体育馆，是影山和日向出浴的地方，就是这个角度啊！天啊，好累，哎。青米中学校，这里是森然高校的原型，前面就是板之下，本名叫做兼田商店了。这里就是屋野排球部每天练习结束下来的路。青米高等学校，这里就是屋野高校的原型。这个就是校门口啦。当初屋野赢得县内决赛的时候，这边就有拉布条下来。这是排球部练跑步的地方，好累。我们能走的点都差不多走完了，只剩五吉马路亚那边比较远的关系，已经没有体力走过去了。这边主要是挑战士跟百鸟泽的监督吃饭的地方。屋野的守护神，就是好帅。戴眼镜的月岛，来拍一下没吃到的青米食堂，布点在这边刚好被挡到了。里面看起来也蛮多周边的，可惜没有来吃到，下次有机会。你们吃那个面怎么样？还不错，就是面本身是有特色的。我以为那是豆皮耶，原来不是。哦，这里就是日向看到小巨人春高转播的地方，日向的海报也是贴在这边。我现在丢下我的伙伴，准备一个人去前往月山神社。一个人抵达小青米，好冷，这里怎么那么冷？到了月山神社，哇，天哪，这个楼梯，加油！其实我一直以为月山神社是屋野3年级春高前来参拜的神社，结果我看介绍页说，它是因为月岛和山口的名字而成名的神社。听到这个理由，我怎么可能不来呢？那我有听其他网友分享说，其实他们参拜的神社是叫八幡宫，但是地图上并没有标示出来，并不是这一间月山神社。还是拍一下这个阶梯。哇，终于上来了，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难得倒我的了。它这边还有护身符、注印跟会码，各拿一个是1000块。拿到最后一个，太幸运了！这一球月岛银山口中月山神社，这个太值得来拿了吧？这边有写屋野成员的名字，不是调善室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这边好冷清哦，一个人都没有。拍了2个小时，终于拍完了，打道回府。啊，天哪，我还要去青米病院吗？我觉得我快死了，没地方坐，要不走去青米？还有50分钟。我鞋子就是我的战机。青米圣地巡礼结束啦，我现在在青米文化交流中心等下一班车来，要去金田一温泉乡。根据这张圣地巡礼地图，除了五吉马路亚跟研磨日向的相遇地我没有去之外，其他的我都踩到了。我本来有想要在从月山神社回来的途中到青米病院，顺便把13号也踩一下，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那个体力能在下一班车班前走回青米文化交流中心，所以我就放弃了。不过我想去的点都有去到，我觉得很满意。我现在在等车走，晚上超冷。啊，终于到金田一温泉乡，天都黑了。终于走到这间 Obonai 温泉旅馆。这间温泉旅馆是屋野在去春高的时候住的饭店的原型。听说可能会遇到作夫童子哦。また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们现在在等去二户站的公车啊。虽然今天天气很好，但是温度还是很低，实在忍不住就戴了手套。我们现在回到仙台车站，然后我们去饭店寄放行李之后，下午的行程就安排逛周边。一并，我已经看到一堆扭蛋店，扭蛋了，一进来就看到很多扭蛋。帮我抢到了一支山口的笔，他说只剩下最后一支了，而且我看上面的饼图是难得好看的一款，所以就只好买了。然后也有买到4张明信片，月岛也是最后一张。
我们到了这间可丽饼店，因为刚好在这段期间有跟排球联名合作。那我之前有在官网上买相关的周边，所以有送折价券，可以折200日元。还有送一个小杯的饮料，去试试看。结果刚刚问可丽饼的店员，他们说因为联名商品已经都卖完了，所以免费饮料的兑换券就没有办法做使用。还有那个折抵200日元的折价券，车站里的那间店他们说他们店不适用，所以就叫我去其他店看看。不过都有点远，所以我就放弃了。结果就是白跑一趟。今天第4天，我们决定要去踩仙台的2大景点：仙台博物馆跟仙台体育馆。现在要去搭捷运。方就是仙台博物馆，已经看到那个纪念碑了，就在门口，好大张哦，好开心。纪念碑会立在这个地方的原因，是因为月岛毕业之后就在仙台博物馆上班，现在要来干我最想干的事情。没事没事没事。联名活动，超赞的！这边也有，满满的扭蛋呢。原来桌子上就有角色的图案。这边还有特效贴版的图。这边期间销售，下面有一个合作菜单，这边就可以点联名商品，但是几乎都已经点完了，只剩下这个还可以点。刚刚我们快吃完的时候，有其他的排名来问可不可以换那个小人物，所以我抽到的刺猬最后换成朋友和公子，排名真的是无处不在。前方就是仙台体育馆，也就是全作出现最多次的场景。门口旁边就有影山跟日向的纪念碑，仙台体育馆，这就是影山日向的纪念碑。这边还有卖毛巾，在消防栓的上面。有吉川的身高数据，就是乌野对白鸟泽的赛前行程表贴在这个白板上。这边可以盖纪念章，好可爱。好。足球相关的展示柜，这个也有出现在动画场景里。川普脸在这里，好大！看到救护室，这里就是乌野对战白鸟泽的时候月岛抢救的救护室。但是因为不是见学期间，所以没办法进去参观。是这个角度，在这里出场的有这4个角色。跟月岛的茶，那边就是影山跟日向冲头的地方。因为今天刚好有其他活动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走全部的点，有点可惜。中途经过五桥站，到了爱丽丝欧阳马，这边是山口中毕业之后上班的地方。不能遇到上下班的山口呢。今天是日本旅游的第5天，我们在这一天安排自由活动时间，让大家自己去想要去的地方玩。那我自己呢是想要安排顺便去一趟藏王狐狸村，不过那边不是很好去，所以可能会花掉一整个上午的时间。那我的伙伴就不跟我一起去了，我打算自己去。狐狸村应该也可以跟稻荷崎沾上一点边吧。
飘雪。好毛哦，好可爱。那只好爱叫。今天4月1号是旅行的最后一天，所以今天只安排了在仙台车站买伴手礼的行程。不过我的行李箱已经装满了，不知道还有没有空间买。因为前几天玩的比较累的关系，所以我们打算11点再退房，然后坐下午3点的车回仙台机场。开始扫后秋之月，之前没买到月岛的包装，至少也要吃吃看它到底是什么味道。现在出发前往仙台机场，真的这条桥也超冷，我讲话现在都是白眼。发现惊喜，这是巧克力吗？巧克力脆片，在登机口前的免税店买到了这个排球少年的饼干。稍微总结一下行程整理，第一天我们没有排什么行程，是直接到蒙特利饭店 check in。那只有晚餐时间有下去 Seven 买一些东西来吃。第二天安排的亲密行程，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累人。我们定在第二天比较有体力的时候去走是对的。整个小镇说实话也没有说很大，但是一天要仔细走完还是非常的困难。而且我中途有花时间再去月山神社，去到那边基本上还要花到2到3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一天安排是有一点点紧凑的。而且我个人是有牺牲掉吃亲密食堂的时间。那我同行的伙伴他们有去吃，他们从11点半开始排队，大概吃到12点45。利用这些时间，我有跑完整趟的行程，只有比较远的乌奇马瑞亚跟研磨日向的相遇地没有时间去到之外，其实都有跑到，因为这2个点对我来说比较还好，所以我觉得也算是走得蛮尽兴的。然后我去到月山神社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也有可能是我太晚去的缘故。我坐2点多的车过去，大概花了1个半小时的时间，整个路程没有半个人。那边真的是非常的乡下，说实话，整趟行程我自己是有点怕的。1个半小时的时间拍完之后，我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要等车。那一天已经算是比较温暖的天气了，但是我还是等车等得很冷，就是整个手脚快要冻僵的感觉。真的要备好衣物，然后最好是多带几个人一起去。虽然我自己在那边拍照也还蛮开心的，因为我比较可以自在的拍摄，也不会有路人入境，我觉得也算是不错的安排。然后我从小青米回到青米文化交流中心，整趟公车上没有第2个乘客。我就在想，那个司机每天这样开车都没有人搭，不会觉得无聊吗？之后我再自己搭公车去 Obonai 旅馆，已经天黑了。那间旅馆是排球少年有出现的场景，老板娘非常的热情，知道你是排球粉丝，就会用尽一切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我们晚上被安排的房间就在排球房旁边，所以可以随时进去参观，还蛮方便的。早上起来吃早餐的时候，老板娘还有拿出排球相关的道具来做布置，甚至还有放排球相关的背景音乐。那我有听到有一位妈妈跟老板娘聊到，老板娘说光是当天就有8组排球的客人，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好多。那第3天我们一直到10点才 check out， 前往公车站牌坐公车到2户站，再搭乘新干线回到仙台。我们本来想说就休息一下，不要排行程，就在附近的动漫店逛逛看有没有排球少年相关的周边。结果我们一逛就从2点逛到6点，我的脚快断掉了。根本
就没有休息到，所以大家在安排行程上面可以再做一些调整。上完狐狸村，我当时搭乘接驳巴士到狐狸村的时候，因为我身上的行李还蛮大包的，他就让我先到纪念品店的出口寄放行李。那我本来想说寄放行李可能会拖到一点时间，原本也没有想说可以抱到狐狸。结果我放完之后回来，他说还来得及，我就赶紧去排队。大概排队花了15到20分钟吧。现场一共12个位置，然后一共有4只狐狸轮流抱，每个人抱狐狸的时间大概是1分钟。我觉得时间上也还好，这样子等的时间就不会太久。而且其实抱着狐狸它也不会动，也没有办法跟它有更多的互动，所以我觉得抱1分钟也算是足够。然后狐狸确实是有一点味道。不过我觉得比较像是重一点的狗臭味，不会到很难接受，但就是抱着抱着会感觉越倒越来越重。然后它里面规则其实还蛮多的，比如说不能蹲下，也不要把行李放下来。就有遇到有一个外国人想要从书包里面拿相机出来，然后一直被警告。我要出去的时候，就有2、3只狐狸在我身边绕。那管理员就是说很危险，叫我小心一点，就是规则会多到让你觉得有点拘束。现场也不是很好把小东西拿出来摄影，所以我其实逛一下就离开了。我其实在查资料的途中也有看到不少关于狐狸村争议性的话题，有些人觉得那边的空间对于狐狸们来说太过狭窄，所以会有抢地板吵架的状况。然后我就有看到那边的警告牌写说这个是良性互动，然后也有一些人反映那边的味道很重很臭，然后他就在门口贴一个告示牌写那个是猪的臭味，不是狐狸的错。就有注意到这些比较特别的地方，让有预计想去的人可以做个参考。最后回来再补充一些讯息，如果有想要去青米町巡礼，千万不要选假日的时候前往，因为公车班次会大量减少，去小青米的公车甚至一天只有1班，去了就回不来了。而且周日是青米町的休息日，什么店都不会开。还有在青米町巡礼的时候要注意，有一些店家会规定一定要先买东西才能拍照，或者是可以拍照但是不能上传到社群网站。那不能上传的部分我都经过打码处理，各位可以自己亲眼去探索。再来是仙台体育馆的部分，其实3月中官方有公告关于排球见学导览的活动，但是我们买完机票才发现时间刚好错过，没有跟到，所以就没有办法看到最完整的场景导览。而且我们当天去的时候好像刚好也有篮球比赛，所以动线也有被限制，没有办法到处探险，所以想要体验最完整的活动，建议一定要看好时程才能玩得尽兴。还有关于联名活动的部分，我听网友说通常联名活动3天东西就已经卖完了。我们前往的时候已经是活动尾声，所以去的时候已经大部分都没了，非常的抢手。但是联名活动也是不定时出现的公告，所以非常的看运气。虽然不是说体验得很完整，但我还是非常庆幸这一次有安排这一趟旅程。身为排球粉丝，一定要去体验一次。那也在这里顺便开箱一下我买的排球周边，不过其实我也没有买很多。首先是古馆制面所买的面，我只买了3种不同的口味。古馆制面所就是有规定，一定要先买他们的面才能拍照，还有照片不可以上传到社群网站，这个是大家比较要注意的地方。那试吃我就放在伴手礼的影片里面，这个则是在青米大町的排球少年游客中心拿的小礼物，我就是拿一张照片，后面盖的是岛田商店的纪念章。然后这个是在青米大町对面的周边贩卖处买的盘子，他那间店也是有说要先买东西才能拍照。我买的就是这个乌鸦盘，超可爱的，难得有3口。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就超想买的，但是都买不到，终于被我捡到了。但是他的头发有一点灰灰的，乍看还以为是尖圆。这个真的超值得买的，而且很有日本盘子的特色，超赞。然后这个是在青米物产交流馆买的贴纸，它除了排球周边也有很多当地的特产，可以去那边好好逛一下。这是在月山石拿到的，这个是玉竹印，这个是护身符，然后这个是绘马。作为粉丝，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拿一下。绘马后面的图案每一张都长得不一样，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这个是欧波奈旅馆的收据单，在前一天吃饭的时候，他会先给你入部申请书，你可以在上面写自己的名字，还有自己喜欢的角色的名字，然后根据那一张入部申请书，就会在收据单写上你喜欢的角色的名字。那我有听网友分享说，如果喜欢的角色是写日向的话，申请书就会被揉得烂烂的，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再来是 John Shop 买的色卡跟贴纸，还有一支笔，基本上找不到3口的周边，只有这一支笔，我伙伴帮我抢到了最后一支。然后这张色卡我也是抢到最后一张月岛的，其他都只剩下影山的，我买了很多张影山的。贴纸的部分也买了2个月岛的，还有观光特使就任的影山跟日向的贴纸。可惜没有月岛跟山口的，不然我一定买爆。这个是在仙台机场登机口的免税店买到的，它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盒卖巧克力的，但是这个里面有印角色的乌鸦，所以我就买了这一款。看它这个每一片都是不同
同的角色，一共有12片，但是没有原夏、成田跟木夏的。我这一包有重复的款式是日向、田中跟西谷，对我来说有小钟就已经很满足了。然后里面有一张西谷的贴纸，这个应该每盒都不一样，要用抽的。那以上就是这次的排球巡礼行程分享。关于交通及住宿详细，我会放在另外一支影片。3餐及伴手礼我也会另外做分享。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加分享，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顺便去一下仙台成本玩机。我觉得仙台博物馆不是很适合带拖拉箱过来，因为大部分的路是柏油路，然后坑洞也蛮多的。鲁迅的碑，这棵松树居然正在结松果。清水门基，那个是在311大地震的时候震倒的。伊达正宗宫像，后面是整个仙台市景，超壮观的。还可以体验穿盔甲，但是从仙台博物馆走上来，一路都是山路，非常累。青叶城下酒店馆，是卖纪念品店的地方，还有木刀。今天天气真的很好，还有出太阳，穿外套有点热了。来吃饼干，可爱。它就是只有一片饼干，没有夹任何东西。普通就是很常会吃到那种甜甜的饼干。